好，但是老师，我们来看看这一次的俄乌战争的最终可能的结果，因为最新一次的双方的会谈哈，包含了俄罗斯呢跟乌克兰双方他们在土耳其和谈之后，似乎大家觉得好像是不是出现了和平的曙光？因为呢，俄罗斯方面的承诺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还有北部的一些大城，他们的一个战事要减少。那乌克兰方面呢，他也提议说要成立一个中立国来换取安全的保证。另外下一个降温的下一步，大家认为说泽伦斯基跟普丁很有可能有机会来会谈会面。老师怎么看接下来的这个战局的局势？我觉得这一场俄乌战争，其实当俄罗斯要出兵的那一刹那时候，其实这场战争的结果大概就已经确定了，乌克兰是战败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美国已经摆明了跟北约共同说明了，我们不会介入到乌克兰的战争里面去，对，我们只提供武器。提供武器所代表的意义是说，你们乌克兰自己去打吧，死的是你们乌克兰的人。好。当一个其他的国家都不愿意介入帮你去打仗的时候，而只是卖武器或者提供武器给你的时候，让你自己人民打仗。可是你面对的是一个俄罗斯，他今天为什么出兵？他已经忍了8年，或者他已经忍了30年，你可以这样讲，他今天的出兵就没有回头之路。所以我认为之间俄乌将来不可能有所谓的和谈，而只有所谓的详谈而已。投降的谈判而已，只是口头上叫做和谈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俄罗斯的条件，它不可能有任何的打折的。俄罗斯条件有几个东西，第一个，我们常常讲，他出兵的时候，第一个你要是非军事化，对；第二个非纳粹化；第三个还有就是你必须尊重克里米亚的独立；还有第四个，乌东地区你要给他一个独立的地位。好，那我们先讲这个克里米亚。克里米亚严格来讲，现在已经是在俄罗斯的手上了。好，俄罗斯已经讲得非常清楚，我们关于我们宪法所规定的土地，我们不会跟对方谈的。所以克里米亚未来的归属的地位，严格来讲，俄罗斯根本就不会跟乌克兰谈。说什么15年、20年以后，那是随便你讲一讲而已。所以克里米亚现在来讲，乌克兰已经要不回去了。那剩下的一个就是乌东地区。乌东地区呢，对不起，有多少的人已经死在这个乌东的地区的俄罗斯人了？包括他出兵已经来了，你叫今天俄罗斯无功而返吗？不可能的。所以对俄罗斯来讲，乌东2个地区，一个选择就是你将来在乌克兰的宪法里面，你必须明定讲得非常的清楚，乌东2个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。他们享有完整的自治权，就像北京讲的一国两制，它有完整的自治权，你不要去干涉乌东地区。好，这是第一个选择。但是随着战争越打越久，这个条件会变，变到最后以后，俄罗斯很可能在乌东2个地区，我们再来一次公投啊，公投什么？加入俄罗斯啊。好，那用公投的方式来进行。当然，我觉得因为它这边长期占领，简单一个逻辑来讲，乌东2个地区，俄罗斯今天既然来了，它不会无功而返。对，它吞的肚子里面的肉是不会吐出来的，所以基本上呢，这个领土的问题，大概乌克兰已经是一个分裂的乌克兰了。乌克兰在这一次的冲突中，我刚刚由于他以前的太相信于西方，或者他太把这个国家的安全当成是一个游戏在玩，当成是一个争夺民意调查的高低在玩，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很坏的一个地方。可最终的结果，你失去了2块土地。好，所以乌东地区到底是一个独立共和国，还是将来并入俄罗斯的领土？我们再看这个东西会随着战争的越久而有不同的一些结果。老师，你觉得说乌东地区到时候如果公投的话，很有可能还是划入俄罗斯？当然了，当然，因为它这个人口80%以上就是俄罗斯人嘛，这个地方，所以说这一场战争已经确定了乌克兰是一个分裂的乌克兰了。他已经没什么好讲了。所以有人所以有人就说，普丁是想要把乌克兰变成南北韩的模式，一分为2。所以老师这样的类比是正确的吗？基本上，比如以这个第聂伯河为标志嘛，就某种程度上的变成了这个，但是它的形式上不是这个样子。但是乌克兰已经是一个分裂的乌克兰。所以这一场战争打下去，我刚刚讲说，这个最后的结果，乌克兰是一个绝对的一个输家。绝对的输家。乌克兰的国土已经确定被分裂了。不管是国中有国，还是整个乌东的地区，完全跟乌西地区是2个国家。当然，这个是情况比较更极端的一点。但是乌克兰大概真正将来能够保有的，就是所谓的
第聂伯河以西的这一块，也就是乌克兰人比较居多的，而不是俄罗斯伊人比较多的这一块地区。但这一块地区是农业地区啊。所有的工业地区全部在乌东地区，还有克里米亚这个沿海的这一部分呢。那将来的乌克兰是不是就失去了它的外海，失去它的出海口，它变成一个内陆的一个农业的国家？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说它是中立化，我告诉你，这种中立化都是骗人的了。所谓的中立化，我们讲中立化有2种哈，一种是政策上的中立化，就是我主张中立就是中立，比如像现在的瑞典，像现在的芬兰，说我们是中立的，我是中立的国家，好。那还有一是国际法上大家共同保护的，说中立国家，像瑞士，像是奥地利，这是透过大家国际法来保护你是中立的。可是你想想看，假如就算今天乌克兰中立化了以后，我跟各位讲，这乌克兰的中立化只是一个说辞而已，只是说辞而已。就像瑞士，我们知道瑞士是一个中立化的国家吧？对。好，可是，在2次大战的期间里面，德国他不敢得罪，意大利不敢得罪。好。某种程度上，意大利侵北非的时候，伊索比亚的时候，瑞士也装傻没看到。德国要去打其他国家的时候，他也讲说，只要你不要经过我瑞士就好。那瑞士为什么德国不经过瑞士呢？很简单嘛，你瑞士是高山嘛，他走比利时不是更方便一点？就打法国不是更方便一点吗？并不是真的不想经过它，而是因为它地理上的关系。这是一个其中很重要的因素嘛。因为讲难听的，对我表态对我德国非常友好的这么一个瑞士，我何必去打它呢？那你知道瑞士基本上它这个为什么可以中立？因为我说瑞士中立其实一个创造一个被需要的价值，被需要的价值。为什么讲瑞士是不是一个有武装的国家？对不对？有武装，瑞士还有武装呢。可是你今天俄罗斯要求这个乌克兰是非军事化哦，非军事化，你把它讲到稍微极致一点的话，就是说你不可以有攻击性的武器，只能有防卫性的武器哦。可是为什么今天瑞士的中立时候是4边的国家都希望瑞士能够军事化？为什么？因为当我这边是军事了以后，从北边打到南边，东边打到西边，会不会增加它攻击的一个阻力？难度。对难度嘛，因为瑞士国家有武器嘛，所以说瑞士的武器是所有的4边的国家都希望你更多的武器越好，因为你越多武器可以影响到对方对你的攻击嘛的速度，对的速度嘛，所以简单来讲，瑞士是创造一个被需要的价值，被需要的价值，中立要等于被需要的价值。好，那今天来了，请问一下波兰，你就算今天给你中立了，我请问一下。真正出问题的时候，就像当时德国跟意大利，你就算瑞士是中立了，可是你还是买德国跟意大利的账啊。但是对俄罗斯来讲，今天要你乌克兰中立，其实我觉得中立化只是一个表面上好听的名词而已。简单来讲，乌克兰的中立化就是一个从此以后变成俄罗斯的影响力的地方。因为你又没有足够的军事化了，你国家是个农业的国家了。请问一下，你不靠俄罗斯靠谁啊？而且在选举过程的时候，俄罗斯一定会扶植一个对俄罗斯有利的人去主导这个乌克兰嘛。那西方国家面对一个纯粹只是一个农业的乌克兰，那对他有什么意义在？因为他今天的中立，严格来讲，不是一个北约国家所希望的，而是一个俄罗斯所希望的。它不是一个大家所共同认为你这样做是最好的一个地区，所以它这个中立要走久下去是非常非常困难的。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，像政治上的中立，像以前在一战结束以后，荷兰、比利时、卢森堡也认为它是中立的国家呀。可是希特勒铁骑一过去以后，坦克车一过去以后，他才不甩你什么中立了。真正一发生战争以后，我告诉你，真正要作战的时候，谁管你中立啊？没有人会管得了的。对，老师，你刚刚提到说，中立国就是等于是能够创造被需要的价值。但我很想要再问问台湾，台湾有条件成为中立国或是中立区吗？虽然中国跟美国都认为一个中国的原则，不认为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但是我们看看，瑞士这样的一个地方，看看乌克兰这样一个国家。大家都在讲中立国，台湾有条件成为中立国或者中立区吗？我先讲中立国，像吕秀莲他们讲中立国，我们台湾能够独立以后，我们成立中立国，这是你的想象而已。那你的中立对谁有利的？
好，那我的看法是说，中立这个概念可以来思考，但是它的做法方面不是这个样子。比如说，我们台湾要创造一个对全亚洲都最需要的一个价值，什么样一个台湾对大家所最需要的？那第一个呢，我不会去引起这边的冲突，所以在我来讲，你台湾如果在确定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前提之下，对我们接受9·2共识之下，我们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今天寻求一个台湾是一个和平区。我们跟两岸之间保持一个友好的关系，我们呢不走向所谓分离主义的道路，但是我们追求两岸的分治，这我常常讲的分治不分裂。我们在这个情况下的时候，我们台湾可以成为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必要的一些桥梁，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为亚洲地区做出最大的贡献。台湾绝对不作为任何一个强权国家的军事基地，所以你美国要靠到台湾来，对不起，我也没办法接受啊，因为会引起大陆的这个争议啊。那两岸之间只要在主权问题上，大家可以在一个中国愿力下一谈，那大陆也不会想来打台湾嘛。因为打台湾所带来是一个民族的浩劫，所以台湾只要能够在9·2共识的基础之下，我们能够建立两岸的和平关系。但是我们对美国，我又不参与所谓围堵中国大陆，我又不参与所谓的亚太的这个新冷战，那我维护我自己的地位，这有什么不好的呢？所以这一些逻辑来讲，其实我们都可以，像我是主张说，把台湾界定成我们一个和平岛，对不对？开放的一个和平岛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我们用我们的政治智慧，我们让两岸之间不要有发生冲突的可能性，但是我们也不要成为美国的一个桥头堡，美国围堵中国大陆的一个战略基地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台湾当然可以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生存之道嘛。可是乌克兰今天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乌克兰如果在战前，他能够早一点思考说，我今天要做欧洲跟俄罗斯之间的桥梁，我怎么样做俄罗斯跟欧洲之间的缓冲区，做一个缓冲区，做一个桥梁。我觉得他如果早一点有这样思考的话呢，今天可以避免这一场俄乌的战争。可是当这一场战争一打下去以后，他这个做中立区机会已经没有了。我认为打完现在已经没有了。他现在所谓的中立区，对俄罗斯来讲，表面上他的中立就叫说你不可以加入北约，表面上加入北约，实际上来讲的话呢，其实你所有的东西，你将来一定会受到俄罗斯的一些影响嘛。就是简单来讲，变成俄罗斯周边的又是回去一个附庸的国家了。那欧洲对于乌克兰，既然他在这个安全上没有多大的兴趣，没有多大的功劳所在。那请问一下，乌克兰就纯粹扮演一个农业的国家，提供整个欧洲的一个粮仓这么一个功能了。那你的工业区现在又被俄罗斯会占据，又不会再还给你了，所以整个这是一个悲剧。这次俄乌战争是乌克兰的一个悲剧。乌克兰从此以后，如果这一次这样子下去以后，它就变成一个农业国家，它本身来讲又没有足够的战斗力，北约对它也没有多大的兴趣了，欧盟也不会让它参加了。因为乌克兰的困境在于说，你这么大的一个国家，可是你的经济这么落后，我加入欧盟以后，我要多少的钱来帮助你啊？没有人愿意的。欧盟国家也很现实的。所以这一次的俄乌战争，我真的很悲痛的来讲，乌克兰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输家，但是他这个输家是建立在被美国跟西方所糊弄了。然后他们的政治人物又在玩这种所谓的政治分别心的游戏。利用这种俄乌之间的俄国跟北约之间的冲突，然后又利用自己族群之间俄罗斯裔跟乌克兰裔中间的一些差别，来赚取他个人的政治利益，而最后的结果是把国家给搞垮了。各位，这是对台湾最大的启示。老师，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中立国的部分，谈到的以瑞士作为一个例子，但所谓的中立国，看到这次其实瑞士它也没有那么的中立，因为呢，在全球经济制裁俄罗斯的时候，瑞士它也是一样制裁了俄罗斯，它包含冻结了俄罗斯在瑞士的一些金融资产，包含了普丁，包含了他们的总理，还有俄罗斯的外长，他们在瑞士的一些资产全部都是被冻结的。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它所谓的一个中立国，在真正战争的时候，它也不见得是成为中立啊。其实瑞士是一个国家，我们大家都瑞士非常的漂亮。可是你了解整个瑞士历史来看的话呢，其实这个国家是一切以他自己的国家利益为优先，超过他的道德取向的。超过道德取向。当然，这个国家是非常清楚的。包括在二次大战的时候，我不跟你讲吗？
基本上所有纳粹的钱都摆在瑞士，瑞士对，掠夺来的黄金还有名画也摆在瑞士。瑞士知不知道？瑞士当然知道啊，对，他就要赚这些钱嘛。然后连瑞士，你说人道的话，那请问难民到了瑞士，瑞士应该接收呢？可是不一样啊！瑞士人如果知道你是犹太人的话呢，其实就劝你说，你赶快离开瑞士吧，不要国家惹麻烦。所以很少犹太人，他基本上瑞士可以停留很久的，只是把瑞士当成这个管道，马上就跑到其他国家去。这个国家严格来讲，当时它的中立在于说，因为大家把瑞士当成是一个缓冲区，缓冲区。我刚刚讲，瑞士它的地理位置嘛。基本上，它北边以前有普鲁士，那边有意大利，这边有奥匈帝国，这边有法国，对，它是一个缓冲区的概念。大家都认为说有个缓冲区对我很好嘛，对我很好。可是你的缓冲区要了解，你要识时务者为俊杰啊。今天讲难听点，这四边的国家，只要任何一个国家一翻脸，其他国家也不会来帮你的。所以简单来讲，他这个瑞士，我认为说，他虽然是国际法上给他一个中立的地位，但是他自己在这个过程中，他很懂得去如何谋求他自己的国家利益，这才是他自己生存下的最重要的一个法则。那后来你说瑞士其实在后来加入联合国以后，他已经不能算是一个中立国了。严格来讲，瑞士现在已经不能是一个中立国了。因为他已经加入联合国了嘛，你加入联合国，你就必须要接受联合国，比如安理会做什么制裁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遵守嘛，所以现在还在讨论说瑞士是不是已经失去中立，其实已经太过远了，因为我认为说瑞士在加入联合国以后，它其实已经不是这个中立国了，只是大家表面上还把它当成一个中立国，中立国还有一些好处，为什么？大家开会的时候可以去瑞士嘛，对。国际的组织可以摆在瑞士嘛？也就是说，他这个国家很聪明，他就是摆了几张桌子，摆了一张椅子，把自己的国家变成一个会议中心，然后每个国家都愿意到他这个地方来，然后他就可以赚很多的钱。对，这是他对感觉瑞士人很聪明嘞，他很聪明，他很聪明。所以说，我们刚刚讲，真正保护瑞士的不是它的中立这两个概念，真正保护的是大家都愿意把它当成缓冲区，大家都愿意说它的存在可以减少到我国家的对外政治的成本，这样了解吧？就是有一个缓冲区的瑞士总比好吧？那我请问一下，今天乌克兰可以做到缓冲区吗？他做不到了，他现在已经做不到了，战败以后已经做不到了。你乌克兰不可能成为一个国际会议中心了。大家其实中立化只是在一种我的看法，只是给它一个非常美好的名称，叫做中立化，然后叫它去军事化。可是这样子的一个乌克兰以后，它基本上西方国家也不会再跟他打交道了。老师，你刚刚讲说战争一打之后，乌克兰就注定是输家，没有所谓的和谈，只有详谈。但老师怎么看待这场的战争？大概还会持续多久？或者是说，在不久的将来它就会结束了？还是说美国还是在希望在后面慢慢，就是说偷偷的支持乌克兰，让这场仗打得越久越好？对于美国来讲，你打得越久越好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借这个去消磨你的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力量，让你俄罗斯从一个1.5流的国家变成2流的国家，变成3流国家，变成4流国家。对，因为长期的削弱俄罗斯，不要忘了，这是很多西方人他们天生的，尤其像美国，他们像民主党有些人来讲，他们本身来讲，把俄罗斯当成是一个天生的敌人，这是他们的一个长久的一个想法。好，那可是这场，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嘛。可是对乌克兰来讲，他撑不撑得了那么久嘛？撑不撑得了那么久？所以我觉得关键时候就看乌克兰他要接受这个详谈的条件是什么。我的看法，他拖得越久，他接受详谈的条件就必须付出的越高。他越早结束，他付出的条件就越少。所以这一场战争的持久度，我觉得俄罗斯以他的民族性，他一定会撑下去的。因为这对他来讲，比如他的逻辑很简单，我要保护我在乌克兰的俄罗斯裔嘛，我在保护我的人民嘛，我让乌东的俄罗斯人不要再受到迫害嘛。那克里米亚人基本上80%-90%都是俄罗斯人，他当然认为说这应该是我的土地嘛，而且在他的逻辑来讲，你这2块土地都是以前苏联共和国是我送给你们的，是不是都是送过来？你整个乌克兰这个国家都是我苏联帮你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国家。所以对俄罗斯人来讲，他这一场的战争，他认为他是出师有名，他认为他是出师有名，而且他打这场战争又牺牲了这么多的这个军人，国家遭受这么多的惨痛被制裁，你认为他会轻易就放手？他必须一定要打赢才可以，他必须一定要打下去嘛。所以在我来看，
乌东2个地区最好的结果就是原来开的条件，你让他在宪法里面承认他的独立共和国的地位。好，再下去的话，可能连独立共和都没有了，就变成在公投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了。越打下去以后，这个条件会越来越苛刻的。我的看法，越打其实对乌克兰就是越不利了，越不利。但是现在很多的美国的认知作战还认为说，你们乌克兰要撑下去，因为俄罗斯就快败了，就快败了。那我觉得这个看法就是说，我们从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，当一个国家这种大国之间，一个核武大国，它或许在一个小的战役它失去了挫败，但是可能会激发它更大的一个报复，采取更猛烈的一个打击的方式，而受害的可能更多是乌克兰的人民。